羊蹄嘎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了解羊蹄嘎吗？对于这个外形奇葩的神秘贝类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是什么味道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呢，咱们要讲一期比较有意思的贝类——羊蹄嘎。这些都是我上街溜达的时候，我正好遇到了一个海碰子，临收摊前5块钱一斤卖我的啊，可以说是捡到漏了。之所以叫羊蹄嘎，是因为它长得比较像羊蹄子。但是在我看来，更像是我小时候玩过的嘎啦哈。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布氏憨，是憨木憨科方憨属的一种憨子。网上对羊蹄嘎的介绍并不多，本期的抛词一题，咱们就对羊蹄嘎进行一个全面介绍。我们先看一下羊蹄嘎的贝壳结构，它的壳顶部非常的突出，也是因为这个特征酷似羊的蹄子，所以俗称羊蹄嘎。如果竖着看的话，这对凸起向内卷曲，形似翻腾的海浪。它的咬合部很直很狭长，这些黑色呈菱形分布的部位是咬合韧带。把壳打开会发现大概有80多枚细小的咬合齿。来，注意看，在它的壳口处有一个呈椭圆形的豁口，这个豁口很重要，这是它的蛛丝附着点。在壳口处密布有棕色的毛毛，壳的前端非常圆润，后端则比较尖锐，放射类非常的细密，贝壳看上去感觉很硬，其实非常的脆弱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。因为羊蹄嘎属于附着性贝类，腹足已经退化，但有一个底足，这个小揪揪就是它的底足。底足具有一道沟槽，沟槽内长有蛛丝线，可分泌酸性的粘结性物质。这种物质具有很强的粘性，会使羊蹄嘎牢牢地附着在礁石上。附着的时候是壳口朝下，壳顶朝上，这样啪啪着。它的壳口为什么会有一个豁口？就是给蛛丝留下的出口。这种附着的特性与海虹比较相似，只不过海虹的蛛丝是丝状的，而羊蹄嘎的蛛丝呈片状，从中间剪开是由很多的片组成。这种结构会使它在附着的时候更加牢固。用手摸的话，感觉像是塑料。吃的时候一定要摘出去，肯定是不能吃啊！你们赶海的时候在沙滩上挖不到羊蹄嘎，它一般都长在礁石的缝隙中，用手薅很费劲，你得用个铲子铲才行。羊蹄嘎的血液跟血汗一样，都含有血红蛋白，裙边非常的狭长，外套膜相当的薄，相当的脆弱。闭壳肌共有一对，前闭壳肌较小，后闭壳肌较大。嘴位于前闭壳肌的内侧，利用裙瓣来收集海水中的藻类。小屁屁位于后闭壳肌的下方，这些丝状物是它的鳃。这些呈白色的肌肉束是它的锁住肌。在附着的时候，要想不被海浪掀翻，就需要更发达更有力的锁住肌。区分公母看颜色，棕色的为母，发白的为公。内脏团的结构与其他的贝类基本差不多。好了，那么羊蹄嘎究竟是什么味道？咱们分别整个刺身和水煮尝一下。煮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刷洗，边拉都是泥沙。洗好后放点葱姜盐，开嘴就好了。刺身取肉也是有方法的，先把壳掰开，然后放过来再掰一下，轻轻一拉就一分为二了。用小刀把背肉剔出来，把腮和内脏都剔掉，冲洗干净就 KO 了啊！来吧，开始码味儿。先整个刺身啊，蘸点这个酱油辣根儿，它要比那个刺背根就多了啊。但是没有刺背脆，味道呢基本相似，非常清甜。我个人觉得啊，还是要比那个刺背呀略硬一丢丢，但是这种口感也挺好的啊，嚼起来呢非常有嚼头。内脏去掉以后呢，就不像吃那个血蛤啊会那么腥啊，总体来说还是不错啊，挺好的。来，咱们尝一个熟的啊，吃熟的啊格外要注意啊，在那个蛛丝孔里面啊可能会有残留的蛛丝啊，吃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抠出来。煮熟了口感更讲究，嚼起来非常的香。吃这玩意儿啊，蘸点生麻酱更有味道。整体味道不比毛蚶差啊，5块钱一斤，比吃青菜可划算多了。你们在市场上如果碰到了羊蹄嘎，可以弄点试一试啊，非常不错的小海鲜。
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辣螺每个人都吃过，其实你们吃的不一定对。辣螺的辣味究竟是哪个部位产生出来的？今天咱们就好好的拿捏拿捏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说起辣螺呀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很多人呢就迷恋这种辣得好的、苦不溜的、哏了揪的这种口感。那么这种带辣味的螺究竟是一种什么螺？吃多了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害处啊？还得从解剖开始，整活。辣螺一般指游离之螺，因吃起来口感会有一种辣味，故称之为辣螺。其实游离之螺只是辣螺里的一个种类，还有很多带辣味的螺都可以称之为辣螺。比如还有一种常见的黄口荔枝螺也属于辣螺，但是它的个体要比游离之螺大很多。它们俩都属于骨螺科荔枝螺属，共同点都是呈纺锤形，壳坚硬而厚，约有70%的螺层，每个螺层都长有油状的凸起。区分两根螺的主要特征就是看螺口内部，游离之螺的螺口有黑白相间的斑纹，而黄口荔枝螺只是呈黄色，大连人俗称黄牛。重点来了，辣螺的辣味究竟是哪个部位产生出来的？咱得解下泡研究一下。先取一个完整的螺肉，网上有一些说法，说是辣味的来源主要是尾部这个位置有一个辣囊腺。辣囊腺是哪个腺我不清楚，但是从学术解剖上看，海螺的尾部有3个器官，分别是生殖腺、肝脏和胃囊。有些人说的辣囊腺其实就是胃囊，咱们验证一下，舔一舔，看看有没有辣味。没有辣味儿。整个螺锭也没有辣味儿。哎呦，这螺锭老香了啊！7、8月份正处辣螺的繁殖季节，卵巢、精巢、蛋白腺、前列腺都十分的肥，咬上一口口感细腻，满口留香。那么有人肯定会问，哎，老郭，它的胃里不都是未消化完的食物，可以吃吗？别的螺不行，但辣螺特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生长环境，它只在布满长有海蛎子的礁石上生存，这些海蛎子就是它的食物。辣螺会将齿舌伸出来，在海蛎壳上进行打洞，通过唾液腺分泌的消化酶将海蛎肉溶解，最后一口一口的吸入肚里。我们在赶海的时候，经常会发现礁石上有一些张开嘴的没有肉的海蛎壳，真正的元凶就是辣螺。所以，即便胃囊里有未消化完的食物，也都是海蛎肉，而且没有泥沙，整个尾部都是可以吃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扒拉，看看这个部分有没有辣味产生。这个部位是它的肾脏，肾脏的下方是它的心脏，这根白色的线是它的鳃动脉。我再替你们尝试一下，看看这个部分有没有辣味。尝了一下，也没有辣味。看来产生辣味的部位肯定是在螺头里，剪开外套膜，注意看，有鳃、修剪器，这还有杆加油枪。说明辣螺是雌雄一体，行体内受精。有加油枪的是公螺，没有的是母螺。我们看生殖腺也能看出来，母螺的生殖腺是黄色的，而公螺的是白色。公螺的口感会比母螺更好一些。大家发现没？这块有一堆绿色的粘液物质。来，继续试舔。哎呀，老辣了啊！找到了啊！产生辣味的部位就是这些绿色物质。那么这些物质究竟是啥？我曾经讲过红鲤螺的紫色粘液，就是腮下腺分泌出来的一种含有色素源的前体物质。这种前体物质不仅存在于红鲤螺，同样也存在于辣螺。但是辣螺的前体物质变色反应不是很强烈，达到蓝紫色就终结了。这种物质会刺激舌头的味蕾，而形成一种刺痛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吃起来会觉得辣好好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东西吃多了对人体到底好不好啊？虽然它没有毒性，但毕竟和鳃是长在一起的，可能还有一些脏东西。个人建议还是不吃为妙。但是像这种小螺的话，本身也没什么肉，就不用去了。这种稍大点的螺能去尽量就去。那么该如何处理呢？先煮熟了，煮熟以后一个个的用牙签把肉抠出来，把螺锭留着，肚囊这块用大拇哥用手这么一挤，把里面的消化腺和唾液腺都挤出来，再把鳃和鳃下腺都摘掉，剩下的部位都能吃。天这么热，今天咱们就做一个捞汁螺头。先调个捞汁，依次放入蚝油、1品鲜酱油、
那些路少许香醋，少放点醋啊，特别爽口。灵活辣根必须的，辣椒油提香，放点麻油提升一下刺激，再放矿泉水稀释一下，要不然齁挺。鲜度不够的话，可以放点鸡精，多放点白糖。最后撒入青红椒圈、蒜片子、香菜段，搁冷匀乎，这个捞汁儿就调好了。准备个盘底啊放入点黄瓜、木耳，把处理好的螺头摆好队形。家里有三杯肉或者是其他的小海鲜，也可以往里放，注入灵魂。最后带一朵大红花，一朵不够的话再来一朵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这回怎么样？不丢身了吧？天热了啊，就给整点凉森森的。我这给你收拾的干净又卫生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去。口感特别筋道啊 ，QQ 弹弹，味道呢跟那个海螺几乎差不多啊，多蘸点这个汁儿啊，吃起来啊更刺激。特入味啊！尝一个扇贝啊，我这个是野扇贝啊，鲜度绝了啊！我感觉扇贝要比海螺好吃。反正是两种不同的口感。其实里面的配菜也不错啊，这小黄瓜、小木耳，看，也都入味了啊。这个就像小凉菜似的。比拍黄瓜好吃多了，特别的爽口。大家愿意吃的话，可以多放点配菜啊，什么金针蘑呀，就无所谓，想放啥就放啥啊。你这么一整，档次嘚一下就全上来了。肯定啊，有人会问啊，你这么整太费劲了啊！我就愿意吃辣螺那点辣好好的感觉。这个随你们啊，反正这个螺也不大，你啥也不摘，啥也不去，吃起来也没啥毛病，因人而异。但我们给吃的明白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完了，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啊！感谢大家的3连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海鞘，你们知道有多神奇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郭频道。你们疯狂私信我的海鞘，它来了啊！这可是一个逆天变态进化的神秘生物，通过蚕食自己的大脑啊，由动物形态变成植物形态。咱们今天呢，就好好的盘盘它。海鞘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不知道哪些部位能吃，哪些不能吃。咱们先了解一下海鞘。海鞘是脊索动物门，又名海奶子、海菠萝。有人就会问了，海鞘长得像个大赖瓜似的，怎么会是脊索动物门呢？你们有所不知，海鞘在幼体的时候形似蝌蚪，体内有一条背神经管，也就是大脑，还有一条棍状结构物，用来支撑身体的。这个棍状结构物就是脊索动物的重要标志。头部还有嘴、眼睛和心脏。幼体在漂浮几天后，小海鞘就会迅速例行变态发育，在1天之内，背神经管、眼睛、脊索、尾巴都会被吸收，只留下嘴和心脏蚕食自己的大脑，来维持生命进化，最后找到附着体生根。此地将成为它的永久居所，度过余生。这就是海鞘的样子，外面这层壳叫背囊，头上长有2个凸起，一个是进水口，一个是出水口。这个出水口还兼具着排泄和生殖的功能。在2个凸起之间有退化的大脑神经节。底部这个根儿是冒牌的根部，只有附着功能。剪开背囊呈现的就是它的幼体。从这个入水口剪开，会发现一个空的囊腔，翻开会发现鳃囊。打个比方吧，就是这种结构，这就是鳃腔，这块是它的咽部，也就是嘴儿。在鳃囊上会长有絮状绒毛的东西，就是它的鳃，称之为鳃裂。鳃囊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外面这层叫外套膜，和鳃囊之间会形成一个外套腔，内脏就长在这个外套腔里。打开一看，分别由食管、胃囊、肠子组成的小滑道，里面都是泥沙和奥利给，不能吃。这个棕色的东西是它的肝脏，非常的腥，不能吃。透明状的东西是心脏，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紧贴外套膜的东西是它的生殖腺，这种海鞘是雌雄同体，不分公母。生殖腺乃精华之物，是可以吃的。最后是这个外套膜。这个外套膜和海参的结构非常的相似，是主要的食用部分。我们能吃的就是这个外套膜和生殖腺。那么海鞘到底是什么味儿的？咱们来试吃一下。开始试吃了啊！海鞘啊是可以吃身的啊，但是你做熟了呢，它就抽巴了啊，所以说咱就吃身啊。
粉丝先来，我来马味儿，蘸点酱油拉根儿，奢侈。先说一下这个味儿啊，这个味儿呢跟海参的味儿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因为它跟海参本身它就是一个近亲的一个关系。口感呢是脆铮铮的啊，带这么一奶奶的小梗劲儿，我是能接受这个味道的啊。你们能不能接受呢？只有尝试了才知道。好了，这期咱就到这里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怪不得叫鳄去鳝呢，你看它的嘴长得跟鳄鱼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本期视频硬核解剖，请谨慎观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，都看见了哈，鳄去鳝。你要说以前没有多少人认识它，哎，现在可不一样了啊！现在它可是一条网红鱼。前不久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泸州云珊瑚的抓鱼事件，现场直播估计每个人也刷到过。这次的抓捕行动啊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，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。消防队、救援队、各路的专家学者、记者啊，那是齐上阵呐。科技手段更是动用了无人机、水下机器人、声纳定位系统，可以说是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。数10家媒体进行了现场报道，数千万人在线观看，光湖水就抽了将近20万个立方了。好家伙，就这个抓鱼的规模，所动用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，我估计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费了这么大的劲抓它，到底值不值啊？它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呢？我一会儿就给它抛了，咱们深入的研究研究它。哎呦妈！啊，过来！我这么有劲！我们先了解一下鳄去鳝，它距今已有1亿多年，属淡水低等硬骨鱼类，和巨骨舌鱼长得很像，但完全是两个东西。此鱼寿命能活到90年。美国人布伦特曾经用弓箭射杀过一条重达300多斤的鳄去鳝，它的体型修长，俗称幽灵火箭。既然它能长那么大，说明食量也是惊人的。它一口能吞掉相当于自身1/4大的猎物，水里的活物几乎通吃。作为一个外来入侵品种，除了美洲鳄、水獭、鱼雕是它的天敌外，在中国水域几乎没有它的天敌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那是毁灭性的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水中杀手。它之所以能成为水中霸主，条件有四：一，你看这大嘴，这鼻子，这不就是缩小版的鳄鱼吗？尤其是它的牙锋利无比，上下各2排。这是它的舌头，硬邦邦的，下巴壳是个囊状，很软，能够装入更大的食物，喉咙深不见底。从嘴的特征就能看出来，攻击力 ATK 值满值。2，鱼鳞坚硬无比，呈菱形。我这把菜刀快吧，对它毫发无损。成熟个体的鳄去鳝鳞片的硬度相当于牙齿。印第安人曾用它的鱼鳞制作捕猎工具，鱼鳞作为防御功能 DEF 值满值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适应力，生存条件具有广温性、广盐性、广氧性，水埋汰点缺点氧都能活。你就是给它扔进粪坑里，短期内都不会死。抗氨氮能力超强。HP 值满值。4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身材，呈火箭型。为了增加转向能力，它的背鳍和臀鳍长在尾部。5，指鳞。这种身形会使鱼在水中的游速更快，爆发力更猛。SPD 值满值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看看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先送它上路，来个脑瓜崩。鱼鳞是刮不掉的，一会儿只能把皮扒了。先开个膛，刀对它已经不起作用了，换道具。先用角膜把鱼鳞打薄。这样下剪子就能搅动了。仔细看，这就是鳄去鳝的内部全貌。红色的是心室，这根白色的管子是动脉圆锥。有动脉圆锥的鱼类都是比较原始的。心室的下方是心房，这个部位是它的鱼鳔。鳄去鳝的鱼鳔结构比较特殊，上下两侧分别长在鱼肚和脊骨上，由无数个小气囊组成，囊壁上密布着毛细血管，形似肺。它在极度缺氧的条件下可以浮出水面，用鼻子呼吸一口空气，这样就可以和鱼鳔进行
行气体交换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极度缺氧的条件下还能存活的原因所在。这个长条白色的器官就是鱼肚，棕色的部位是肝脏，这个是胆囊，黄色粒儿状的东西是它的胰腺，这就是大肠，红色的部位是肾脏。注意看，它的生殖腺在腹部的两侧，看这个生殖腺的结构像海绵状，这应该是一条未成熟的母鱼。如果是公鱼的话，它应该呈现的是白色的条状。关键点来了，那么内脏都哪个部位能吃呢？告诉你，除了鱼肉，内脏哪里都不能吃，尤其是鱼脂，因为恶去散的鱼脂主胺成分相当高，毒性相当大，包括鱼血，因为内脏中含有大量的鱼血，吃了就不是噗噗的事儿了，所以内脏必须全部摘除，不能吃。既然鱼肉能吃，咱们就奢侈一下鱼肉，尝尝什么味儿。鱼头先去掉。这个鱼头就做标本了，扒皮。这个鱼皮别扔，做磨刀石刚刚好用。看这个柚子还是蛮紧实的，注意看它的肌肉特征，间隔肌特别明显。对于柚子紧实的鱼类，间隔肌都特别的宽，而对于柚子松散的鱼类，间隔肌都会有很多的间隔刺儿作为支撑。为啥大部分的河鱼都有刺儿？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了，咱们就把鱼肉简单的清蒸一下，尝一下它的本味，准备奢侈。我也是第一次吃呀，不知道吃完以后能不能噗噗，我就替你们尝一尝吧，马味儿啊。就闻起来还行，闻不到那种就是土腥味儿。是，可以呀没有歪味儿啊。柚子非常紧实，哎，不错啊，这个。任何外味也没有啊。但是缺少了一点点的鱼的鲜，其他的任何毛病没有。而且这个鱼呢，它没有刺儿啊，没有就是说那个小细刺儿，怕扎嗓子还不能。咱蘸一下海鲜汁儿，看看什么味道。蘸点汁儿行，它有咸淡味儿啊。我还真就没想到啊，它这个柚子能这么好，值得尝试。做总结啊，对这种外来的入侵生物不要轻易的放生。如果要是流入长江、珠江产卵繁殖的话，那这个对生态那是破坏性的。如果有养鱼爱好者说我这个不想养了，你就像我似的，造了就完了啊，肉嘎嘎香。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国家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咱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凌空瞪片头每个人都看过吧？这俩眼珠子抠下来，看看跟电影里的是一毛一样。这个螺每个人都认识吧？鸡猪螺，俗称比价螺、骆驼螺、大龟螺。生物学的中文名称叫硫平顶蜘蛛螺，拉丁学名兰比斯图鲁卡塔塞巴埃，是凤凰螺科最大的螺，也是贝壳收藏爱好者的臂长之螺。我这几个也不小了吧？就这一个啊，3斤重，是我一个哥们儿费了好大的劲帮我搞到的，这么大的也实属罕见了。我准备给他抛了，帮老郭点点赞。咱们看看作为凤凰螺科最大的螺都有哪些的典型特征，完了看看都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，开整。我们先看一下贝壳的结构。蜘蛛螺属于畸形螺类，它的壳口向外延伸，使螺口扭曲的非常狭长，螺唇向上卷曲，非常的厚，与螺体腹面呈水平状，就这样趴在海底。壳口的边缘长有7到8根藻状的长棘，形似蜘蛛，故称之为蜘蛛螺。
根据长级数量和形状的不同，又分为千足螺、蝎子螺和水蛭螺。由于壳体巨大沉重，要想背着壳爬来爬去的话，那是举步维艰，所以腹足的爬行功能已经退化，换成了另一种运动功能，那就是阿基米德定律。注意看，腹足肌肉发达，粗壮有力，大脚趾盖子牢牢地长在上面，角质程度堪比牛角的硬度，完全采用的是撑杆跳的运动方式。大家不用担心贝壳会挡住它的视力，仔细看，在进水沟和管状肌之间的壳唇处有一个豁口，这个口就是凤凰螺科的独有特征，叫凤凰螺缺壳，是专门为它的右眼悄悄地伸出来进行偷窥而设计的。有人就得问，难道左眼就不能进行偷窥吗？左眼不行啊，因为右眼比左眼长了一轱辘，左眼够不着，白费劲儿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取螺肉，看看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生取螺肉是有方法的，用钢丝或者铁签挖个沟，伸进壳里面滑动几下，把铁壳肌划断，然后勾住腹足，来回抻动几下，再这么一薅，哎，螺头就出来了。螺锭要想取出来，那就费点劲了。上道具。不行啊，还得用我的雷神之锤呀。壳的硬度是刚刚硬啊，把尾部取出来，先看尾部，有脉管分布呈黑色的部位是它的肝脏，这个肝脏才难吃呢，不仅口感像豆腐渣，而且又腥又苦又涩，咬上一口，你的小白牙和牙花子就会变成这种损色。肝脏不能吃，肝脏的上方黄色的部位是生殖腺，在内侧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生殖管的结构，生殖腺是可以吃的，味道贼香。注意看，这块有个囊状的部位，就是它的胃囊，里面都是未消化完的食物，非常的脏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胃囊的后端连接着食道，埋藏在体内，食道同样有未消化完的食物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胃囊的前端连接着大肠，长在外套膜外的边缘，小屁屁开口于体外，这个小揪揪就是大肠里面都是粑粑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在胃囊的上方还有一块黑色的区域，很像肝脏，但并不是肝脏，这是它的消化腺，有胰腺的功能，与肝脏会相互作用，会分泌消化液，消化液存储在外套膜下方的管囊中，直通胃囊。看这一坨子都是消化液，消化腺和肝脏一样，味道不好，不能吃。来看这里，这个部位就是微心腔，看见里面有个白点没？这就是它的心脏，连接着主动脉，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心脏的上方棕色的部位是它的肾脏，里面会有尿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头部，打开外套膜，一丝一丝的部位是它的鳃，呼吸和过滤海水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部位是它的蛋白腺，与蛋白腺伴生的还有粘液腺、受精囊，如果是公的就是前列腺，这个部位是可以吃的。外套膜都是粘液，而且口感渣约约的，不能吃。大家注意，在腹足这个部位通往嘴的方向还有一个束囊，吃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干净，束囊里有刚吃进去的食物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部位就是它的嘴，嘴里面有一个齿舌，鸡猪螺就是靠齿舌上面的牙齿扫动，将啃食的藻类或有机碎屑送入体内。嘴的两侧是一对大眼珠子，触角就长在眼珠子两侧，这是它的头部。注意看，在腹足的侧方这块长了一个啷当，这个啷当就是公螺的加油腔，加油腔口感哏啾，是可以吃的，母螺是没有啷当的，区分公母就这么看。最后把这个大脚趾盖子掰掉，我们能吃的部位就是螺头的整个部分和生殖系统。做这种大型螺类要注意，不要整个煮着吃，要不然像脚后跟似的咬不动。最好用葱油的方法，先改刀成片儿，片的越薄越好，1毫米厚为佳。水开只要一烫焗灵就立马捞出来，别超过10秒钟。葱丝、姜丝、干辣椒圈全部放上，椰油一浇，淋入1品鲜酱油，开灶。尝尝口感啊，这个薄度应该是能嚼动。来，粉丝开灶。这个口感没毛病啊，脆铮铮的，跟啾啾的，感觉味道啊和其他的螺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就是鲜味啊还不太突出。
但是口感啥的都没问题啊。咱尝尝这个，哎，你这个嚼起来就有意思了啊，更哏啾，比螺片好逮。我这还整个整籽的啊，不都说它像胶皮吗？再试试啊。哎呀，哎呦我操！这个呀适合瘦脸啊，练腮帮子没问题。也就是我这种20多岁的大小伙子，牙口好，能嚼动吧？还行，入口即化。做总结啊，齿螺的食用价值不是特别高啊，螺肉啊也没有什么特点，也没感觉好吃哪去。但是这个螺壳子可挺好啊，哎，你当个烟灰缸啊，哎，你当个笔架，哎，或者你摆在哪做个小摆件都不错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们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3连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